随着3D 列印时代来临，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它强大的制造能力，几乎万物皆可印，还能为每个人量身打造。那么，面对未来，3D 列印的趋势会是什么呢？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探索未来吧 ，Go！ 目前3D 列印最热门的趋势就是材料。我和冠豪来到台湾最大的3D 列印展，了解材料开发与应用的最新资讯。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它，全世界第一台3D 列印钛合金自行车。然后做了一些构图优化，现在30%左右，但是强度一样不够，强度还是超过的。3D 列印钛合金车架不仅比铸造更坚固，重量还更轻盈。最强大的是，所有零件能一次列印出来。此外，使用复合材料列印，让产品具备多种性能，也是展场的一大亮点哦。它的料其实也是跟 DOA 它是有做一个混合搭配，牛耐温度会有差，这个可以耐到87度，这还是只有50度左右。我们用这个吊起150公斤的次数，这个东西可以承载150公斤的重量。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在健身。这个也是跟这个是同材料的哦。就看，哇，好弹，好弹啊！去捏爆它，就是算我。不论我们怎么用力，都捏不坏这个小球，最后只好投降认输啦。另一个让我们啧啧称奇的，就是 Q 弹的软性材料哦。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它轮胎是不是软的？哇！是软的，它是印出来的软料，对啊，第一次看到软软的线材。那个密码打一下。这也是软的，这按钮是软的。对，这是那个框吗？它不止软，而且它表面还可以到很细致，很像那个花枝，有没有？材料颜色的多样性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像是彩色列印的色泽、细腻度，还能做到多色混搭列印哦。丰富的应用使我们对材料发展充满期待呢。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在对材料进行更大的研究，让它小至玩具啊，大至到精密的仪器都可以有更好的利用。而且在台湾竟然可以办到这么大的展，真的是太棒了。3D 列印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应用在工业4.0。工业4.0意思是第4次工业革命，它和前3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差别在于智慧化。它以具有智慧的软硬体设备，因应不同的需求，去提供客制化的产品或服务。工业4.0结合许多先进技术，例如 AI、大数据、物联网等等。现在跟着恒秀去了解更多工业4.0的应用吧。现在3D 列印最新的趋势就是跟工业4.0做结合。那工业4.0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实体的人物跟虚拟的网络世界做智慧化的整合。现在台北就有一家导入工业4.0的智慧商店哦，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这间商店是无人商店，那店主要怎么控管这么多的设施呢？其实它就是使用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就是将实体物件透过网络互相连接，进行各类控制、侦测、识别及服务。如此一来，即使店内无人，店主也能透过网络掌握运作情况。最特别的呢，就是电子货架标签。平常我们在一般的便利商店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店员很忙碌，要常常换货、上架、下架？而且最麻烦的是，他们必须要重新制作标签贴纸。可是有了这个电子货架标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子面板，只要从网络上呢远端更改，如果有促销活动呢，也可以简单的改变售价，是不是很方便呢？店内所有的商品都是透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当地消费者的习性，来安排他们最喜欢的商品，而且少了人力成本，价格更便宜了。结账的部分也很方便，只要将我想要买的物品每一个放进这个结账机，它是采用 AI 的影像辨识系统，它可以同时放多个商品，而且结账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下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它计算出来的总额，最后我只要拿出我的手机扫条码就可以马上付款了。这是我第一次逛无人商店我觉得好酷哦，因为
所有的东西都就是不需要店员操作。那像这样的智慧无人商店跟一般的商店比起来，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优点呢？优点我觉得第一个，它的建制成本其实比一般的便利商店低很多，因为不需要人力成本，然后它的装潢费用其实也不高。第二点，其实它移动还蛮方便，比如说今天对一个加盟主来说，在 A 点的营运状况不如预期，那我可能就是随时可以移到 B 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都是用后台系统去操作，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商品的销售数据，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地区的不同去调整商品。第四个，它里面都是直接用电子支付，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去操作结账。工业4.0的技术导入，让零售业迈向无人智慧商店的新时代。另一个即将迎来全新改变的，则是制造业。接下来，让冠豪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吧。工业4.0最重要的一项运用就是把工厂变聪明了。智慧工厂运用机器人取代人力，可以24小时不停地工作，而且机器还拥有人工智慧，可以把产品越做越好，越做越有效率。它是怎么办到的呢？为了了解智慧工厂的运作方式，我来到位于台中的智慧制造试营运场域。这是由政府斥资4亿元打造，全台第一间工业4.0的示范工厂。我听说这边是政府特别设立的工业4.0试营运场域，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动智慧制造，那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所以业者无法一窥4.0的全貌，所以政府出资让我们在中部地区设置一个智慧制造的总体的技术展示的场域，就是让业者了解工业4.0到底有一些什么元素，那应用起来对国内的业者能造成什么样的效益。那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智慧制造是什么吗？我们过去的生产形态都是大量生产，就是一个零件做很多，就是永远系统都不用换。那因为生产形态的改变，大量客制化的生产情境已经让业者面临到很大的挑战了，所以这边的智慧制造是说，我们在零件换线的时候的速度很快，也就是说，同一台机器，我们可以一直去做不同的东西，不用像过去一天或者说一个时段，它只能做一种零件。这个对软体、对硬体的挑战就很大了，就是牵扯到很多系统整合，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软体的投入。让这些混线生产的情境可以很容易的被达成。我觉得组长这样讲，我觉得好厉害哦。可是又好难想象说，要怎么样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出这么多东西耶？那我们就到工厂去看一看，我们的工程师会一一跟各位介绍。好啊。台湾的东部地区主要都是以金属加工产业为主，在台中这边建设了一个智慧制造试营运场域，主要就是要辅助国内金属加工产业能够提升他们的制程效率，能够迈向智慧制造的阶段。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参观起啊？那我们就是直接从自动仓储区开始好了。哦，好啊。自动仓储区这边就是包含了上下料区，那以及我们的输送机。输送机它是跟无人搬运车做结合，会将物料送到小型加工区。地上黑色的磁条就是它的路线，它是整个绕我们的整个场域一圈。它来了耶！它刚好过来了，对，它现在刚好要到小型加工区去做一个收料的动作。而且他还会唱歌哎！这就是高铁的声音。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大型的台车，大型加工设备是透过大型台车将物料直接送到加工设备区。所以说是整个货架就感觉很像那个饮料机，输入你的序号 A3，然后它就这样取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吧。我们现在这一区就是小型的加工区，每一个工作站它都是透过一台 CNC 搭配一个机械手臂，这样一组输送机系统。每一个输送机上面都会有3组的 RFID 的 reader， 料盘上面也都会有 RFID。RFID 它就是料盘的身份证字号。当这个料盘达到加工准备区的时候，它会透过 reader 将料盘资讯上抛到云端，同时会将机械手臂所需要的夹取路径以及所应用的夹爪download下来。同样的，机台所使用的加工程式也会同步的download下来。这个工作站可以做所谓的混线生产。所谓的混线就是同样的一个设备，我们可以做到2种到3种以上不同的工件。举个例子来讲啊，像目前所在加工的就是属于叶轮、汽车涡轮的叶片，同时它也可以做所谓自行车的花鼓。所以这个荧幕上显示的就是这个叶轮的生产过程，是不是？对，像现在红色框框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站所在做的一个制程。那我看到它荧幕写制程优化软体，那这个又是什么一回事？那制程优化的话，我们就靠这个荧幕看板来去做一个说明。其实
加工产业它主要就是靠经验，有经验的加工师傅，他有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工件的生产。没有经验的加工师傅，他可能需要1个小时才可以生产出同样的工件。所以制程优化就是透过科学的手法，让所有的师傅他都可以达到一样的生产品质、生产效率。可是现在不是都用机器在制造了吗？那这样还有所谓师傅的问题。接手臂只能代替过去传统人力的上下料，但是程式它并不会自己凭空产生，所有的加工程式它一样是透过人为去撰写。所以说它优化让它做到跟经验老道的人一样好。是的。黄工程师说，现今加工业面临人才技术青黄不接的问题，而制程优化系统不但帮助新手更快上轨道，还能提升制造效率，可说是产能升级的重要关键。产线所完成的工件，它就透过无人搬运车，那自动的送到我们的品管室。它所量测完的工件 ，NG 的会送到不良品区 ，OK 的会直接进到雷雕机做生产履历的雕刻，刻完之后直接送回我们的料盘，最后一样送回仓库。我们这边所量测出来的数据，它是即时的上传到云端，全部都会从这个荧幕上所显示出来。它除了资料收集之外，它会做分析的这个功能。假设我现在连续量到了3颗或5颗是 NG 品，那表示我的有问题，制程模式上有问题，对我这时候必须要停机去检修。所以说这就是品管的分析的重要性。所以说这一关就是整个制程的最后一关，然后要检验过了，它就可以开心的出货。哇，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工厂的平面图，还有写就是每一台机器制造的进度啊，非常的清楚。我还有看到下面这一台，就有点怪，就是我们刚才没有在外面看到这一台啊。这是属于南投的品管室的一个现况，所以这是直播对，这是 live 的。现在所有的业者或者是高阶主管都应该可以透过所谓的远端监控，及时掌握最新的消息。我们用这套系统去收集了很多精密的资讯，但是我们要怎么用它去管理这座工厂？是我们这个工厂事实上还有建置所谓的最小化品系统，它会去监控这个工厂所有的设备目前的稼动状况。假设我现在我有5台设备，当中有1台它在维护，这台它原本的工作就会透过排程系统分散到其他4台当中。4个小时之后，这台维修完成，这时候会再将其他4台剩余的所需要的产能移回这一台，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手上所有的订单给完成。所以说，这个工厂它可以透过智能化管理系统进行24小时的全自动生产。其实这间资讯中心就相当于智慧工厂的大脑哦，它用网络和所有设备互相沟通，让制造流程更加灵活，得以迎接客制化生产的新时代。那么，加入具有客制化能力的3D 列印机，又会带来什么帮助呢？我有个疑问哦，就是在这个智慧制造的架构之下，如果我今天想要放一台3D 列印机，这样是可行的吗？3D 印表机它事实上它只要能够符合机联网的功能，那因为它也是透过程式进行做生成，所以在智慧制造的架构底下，它是适合使用的。同时，如果说它放在我们的加工设备的前端，它可以达到更快速的打样以及弹性化生产的目的。使用3D 列印达到智慧生产，已是传统产业转型的必然趋势。在广东东莞市，就有一家公司利用3D 列印转型，创造出新的商机。这里是广东东莞，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重镇。这次我来拜访的是一间3D 列印的工厂。这间工厂大约有300多台机器，年产量更高达200万件，等于一台机器1年可以生产6000多件的产品，是不是很惊人呢？更厉害的是，他们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办到咯。赶快跟我去一探究竟吧。Hello， 经理你好。你好。客恒智能3D 打印平台，是致力于3D 打印服务，从产品的开发设计到这个3D 模型制作，再到模具、产品大批量生产，提供一条龙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些都是你们设计的吗？对啊，比如这个医疗行业的哈。哇，透明的哎。对，而且是软材质。对。工艺品行业的，像这种这个12生肖，是吧？对，这边有好多动物哎，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都有。影视道具啊，是拍摄电影这一块会用到这些东西。这个是这个飞机上的一个涡轮引擎哈，对精度的要求很高。我们把它组装起来，达到功能的实现，可以转动的。产品外观的一些喷油啊，一些制作都会做得很逼真、很精致。
科恒成立于1993年，前身为传统手工模型厂，有感于面临转型的挑战。2011年开始引进 3D 列印设备，把危机变转机。2011年引进第一台这个3D 打印设备，随着我们公司的业务的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多，对，越来越多，从3、4家到6、7家这样，然后再到现在18年，我们的设备已经增加至300多台，这个员工呢就已经达到310人，这个年产量就突破了这个200多万件，对。如今科恒已经是相当知名的3D 列印模型工厂，拥有专业的数位制造人才与先进的3D 列印设备。肖经理带我来到总公司的机房，了解他们如何使用3D 列印达到智慧生产。哇，这里3D 列印机的数量好惊人哦！经理，这里有几台啊？这里我们有61台这个3D 打印设备对。那这边都是用什么类型的3D 打印机呢？这个是 SLA 那个激光固化成型机，它的这个生产这个效率高，然后呢，它做出来这个质量就是成本也低。我刚刚看这边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在操作机台。经理，你们是有用什么样的技术来达到自动化生产吗？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有一个这个 EPM 设备管理系统，就是来控制这60多台设备，就是只要需要一个工程师就可以了。对。下面请我们这个工程师跟您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管理系统。这个就是 EPM 的界面嘛，对，所以它这个一个窗格就是代表每一个机台它运作的情形。对，现在的一个进度条嘛，这有个百分比，完成了多少，可以点一台，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我们正在打印的一个东西，它有一个颜色区分，可以看到很多正在制作的一些订单的信息。那要怎么样知道说那个材料现在还剩多少？EPM 软件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它这里一旦材料这个红色的字，它会提醒我们，然后让我们通过一个传输的材料的一个设备，用传输的管线直接这样进来，可以看一下，假如说客户他给你们模型，或是大概长什么样子，你们要去做什么处理吗？这个我们是通过这个程序下载下来，然后我们改造好，处理完，再由这个 EPM 转好格式，传输到这个机台里面，之后我们再来到这里，打开这台机台，到现在我们导入进来了，我们就可以制作了。很方便哦。那如果今天机台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知道？它会提醒你吗？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打开这个界面，它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提醒，它有个异常会停止。我们的设备它也会这个灯绿灯变红灯这样。对，这样我们都可以实时的接地掌控。通过 EPM 的远端整合，还能让3D 列印从少量多样的生产模式，提升到大量客制化的规模哦。如果今天接到一个订单，它数量非常多到这边的机台没有办法负荷的话，这样子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各个分部的机器，通过这个 EPM 这个设备管理系统分派这个所要完成生产的一个任务。3D 列印让每个人都能像工厂一样拥有制造能力，甚至还能透过网络串联集结，达到工厂等级的大规模产量。以前的中小企业因为受限于规模以及机台数量的限制，导致他们没有办法一次接下大量的订单。但是现在他们就可以透过网络共享资源，彼此互相合作，达到团结力量大的效果哦。从智慧商店、智慧工厂，再到3D 列印智慧生产的应用，我们看到工业4.0的智慧化浪潮正在崛起，也让我们好奇未来的3D 列印将会如何升级进化呢？就在这时候，我们收到一封来自郑正元老师的讯息。这是一封机密讯息，我已经研究出一个能改变世界的魔法宝盒，请输入密码前往了解。不知道老师在卖什么关子？可是密码是什么啊？3D printing。哇！哇！这里是哪里呀？Grace， 冠豪，易经，你们怎么会在这边？你怎么也在这里？对啊，这老师不是说要让我们看那个改变世界的魔法宝盒吗？我们怎么在这啊？你们看那里的荧幕，
那个荧幕上有一台机器耶，可是它的造型长得好酷好前卫哦。啊，该不会这就是那个魔法宝盒？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魔法宝盒。欢迎来到我们的未来基地。你们最近四处旅行之际，我并没有闲着，我设计了一个未来的3D 印表机。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世界。哇！第一个功能是我们能够更任意的复制。未来我们会利用3D 生物列印的技术，扫描人体细胞 DNA， 在台湾扫描之后，在美国纽约复制另外一个分身的你。好科幻的情节哦。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任意复制制作任何材料，所有的复合材料都可以一次列印出来。老师，那我们这种穿的衣服平常都很软啊，可是有没有可能它材质是又很软，可是却可以保护我们，比如说防弹的功能啊？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做衣服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材料是软的，那中间我们也可以硬的在里头，一层防火的，一层防弹的，这个都做得到。未来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在一个制程里把它做出来，达到你真正随时随地因环境因需求不同而制作出你所需要的物件。第三个功能是机器列印机器，除了机构之外，我们把生物资讯也列印在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用母体生物3D 列印机列印植体生物3D 列印机，让生物3D 列印功能源源不绝，自己延伸出去。哇！那你们的创新点子呢？我呢，我其实很爱吃啊，所以我今天就要列印出一台烹调机器人，每天呢运用 AI 帮我制造出我喜欢的料理，就可以每天让我越吃越开心，又很健康，越符合我的需求。虽然你那个是两者兼顾，但是我这个更厉害，我要印一个万能的钱。好啦，这是违法的，但是那既然要印的话，我应该可以印一个钱买不到的东西吧？这个呢，医疗的，我觉得像一些小动物，它们也可以适用于3D 列印的便利性。狗也可以需要义肢啊，狗它们可能也需要假牙，甚至植物，搞不好都可以用到，对不对？哇，好，那你呢？我呢？我想要做一台超漂亮的跑车，就外观非常的流线型，但是内部呢，把手啊、座椅、方向盘都要根据我量身打造，到达一种人车一体的境界。哇，你们的创意真的都是太棒了！那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创意想法，尤其一个重点，客制化，客制化再客制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刚刚讲印钱，经济违法；印生物，我们要考虑生物伦理。那我们落实到生活，3D 列印可以应用在食衣住行娱乐，并能让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让我们一起来期待3D 列印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吧！